第3回，三皇五帝。讲中国历史，有一个词是一定避不开的，那就是三皇五帝。虽然我们没少听这个词，但三皇五帝究竟是谁呢？据史书记载，三皇五帝存在于上古时期，具体都有谁呢？还真讲不清，各种古籍，各种说法。但简单的说，三皇五帝是指3个皇和5个帝。皇和帝啥意思？说文说皇者大也，就是牛叉的意思；而帝者帝也，望天下之好也，大概是统治者的意思。所以皇帝的字面意思就是牛叉的统治者。顺带一提，造出皇帝这个词的就是秦始皇喵，他把皇和帝并在一起，以此表示自己比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更牛。我只想说，在座的各位都是……扯回来，总之，三皇五帝就是古时一群厉害的部落头头。今天我们选取最常见的说法，跟大家捋一捋。第一次用三皇指代3个喵的是《史记》，分别是天皇、地皇、人皇。而到了《尚书大传》的时候，就解释了三皇对应的喵：天皇燧人喵，人皇伏羲喵，地皇神农喵，炎帝也是我喵。燧人喵因为教会了大家如何钻木取火，火就代表光明，于是被奉为天皇。伏羲喵不仅教会了大家用网捕动物，还教大家割兽皮做衣服，为大家解决衣食问题，所以被奉为人皇。对了，中国的八卦也是他发明的。神农喵其实也就是炎帝，是我。他教会大家制作农具和种庄稼，因为他做的事情都和土地有关，所以被奉为地皇。因为他们的创造和贡献，远古时期的中国喵民们摆脱了原始生活。而五帝呢，具体指黄帝喵、颛顼喵、帝喾喵、帝尧喵、帝舜喵。黄帝喵统一中原成了华夏共主，颛顼喵则改革了历法，颛顼历。帝喾喵订立了节气，帝尧喵测定了4时，帝舜教化民众，制定等级。5位贤人都励精图治，客观上发展壮大了民族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当时的优秀首领那么多，为什么最后广为流传的只有5位呢？就是五帝的讲法是战国时期才有的。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叫五行说的观点，意思就是木火土金水这5行构成了大家所需要的一切生活资料，而5行相生相克，推动了世间万物的演进。这个观点在当时火到什么程度呢？所有的东西都要强行凑成5，唯5独尊。比如5色：黑水、赤火、白金、青木、黄土，东西南北中。史官在编写史书的时候，自然也就出现了五帝。三皇五帝除了代表8位远古贤喵外，也代表了2个时代。三皇时代让喵民们从远古到文明，五帝时代又从文明慢慢演变成国家雏形。三皇五帝不仅是远古的传说，也是华夏族的根源和开端。至此，我们形成国家的条件也基本具备，喵民们要开始建立国家啦。下一回我们将迎来新的篇章——大禹建国，要记得来看呀。